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陈斌老师，欢迎老师还有我们的大家好。那个永远的来宾 Cindy。嗨，那今天介绍的主角是 Narciso 的高定系列。然后我们这一支呢是帮大家介绍的是沉香，那它名字是嫣染沉香乌木。嫣染沉香。对，那这一支听说上次我们拍完影片之后，回去陈斌老师的路上呢，也先试了一个，试在身上嘛。试香在身上。那试在身上之后，隔了1-2个礼拜，老师就一直赞美这一支。这一段要让你自己说一下。那天就是大概影片拍完之后，然后我就想到，我没有试，对，然后放在那边，然后我没有试过，然后我就喷了一下吧，在手上。对，然后后来就是继续坐在这边聊天，然后后来一段时间就跟他去吃饭。吃完饭之后，我要骑着车回家。对，我在路上那已经隔了4-5个小时了。哇，他的那个我都已经忘记我有喷他了，但是那个味道一直飘过来，一直飘过来。所以4-5个小时之后，它的味道还是有的哦。对，它的扩香性还是很强。厉害耶！而且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4到5个小时，反而是它最美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你刚喷，好像还没有那么赞美它了。对。好，来，那这一支我们赶快先试试看。对，换左手。很多干。哇，这一次它的精油真的是很够。我觉得他们家的高定有个特色，就是每一个香材你都可以很清晰的闻到，但没有一个会特别的抢镜，特别突出。它把每一个香材之间融合的很好。像这个，你看到那个胡椒还黑胡椒，有闻到一点那个味道很柔和，它的辛香料一样是很柔和、柔顺的。它的辛香一直在乱窜而且好多种辛香料一直跳出来。一下甜甜的辛香，一下又辣辣的，对不对？一下又有一点烧烧的，很特别，一直在变化。烧烧的是哪一个？是热的那个烧还是？对，那个热的烧还是动物的烧？对，可能是它的麝香还是沉香的味道。好，来，那我们先Cindy 好了 ，Cindy 目前这一支前调有闻到乌木的味道蛮明显的，然后还有它的那个有一个甜甜的花香带出来。然后这支的话呢，跟檀木的味道又差蛮多，这支乌木就非常的明显。然后它的花香是带甜感的，不知道是什么花。然后还闻到一点有点像美食感的可可的那种香气。但是它这一次的乌木却没有那一种臭臭的乌木味没有。那一般那种高定款的乌木都不会下太重。对，它会都不知道它是怎么调的，会把那种动物感、骚感、那种土壤感把它去除掉，让它闻起来是一个只保留了它好的一面好，对，就一般人能接受的那个部分而已。哇，有没有什么画面？刚刚檀木那一支，我们画面其实立刻就出现了。那这一支有没有什么画面感？我想老师应该酝酿了好几个礼拜，应该你有一些想法。画面让你觉得呈现在哪里嘞？不知道，因为我是不是第一次喷它的时候是在傍晚的时候，所以我会联想到的是有一个和尚，一个老和尚，然后呢，他站在那个那种暮鼓晨钟的那个鼓前面，然后在那里敲，对，然后敲，然后呢，那个声音就回荡在整个山谷里面。OK，所以声音是很厚实、圆润，然后回荡在这个寺院，以至于到整个山谷里面去的那种感觉。Your name， 很好。那 Cindy 嘞，有没有什么画面？因为这个老师这个也有，就是说比较像在寺庙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的画面比较多是有点像是古代，因为我们都看那个。
就是我们是没有到实际的那种宫殿里面去嘛，但是我们会看过一些古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像是还原了当时盛况的时候的那种，有点像是比如说皇帝的寝殿呐，然后但它都有很多很珍贵的木头在那个柱子当做柱子嘛，然后所以他们也会用一些熏香做这种乌木的味道，沉香的味道，但是里面呢有皇后会出入，所以我闻得到花香的味道，所以这整个的感觉，我觉得就很像一个皇帝的寝宫的味道。OK， 那我有不同的见解，我觉得也是在这种古代，但是这一次我去了云南的大理古镇，大理哦，老师你知道这个位置吗？大理古镇。老师有没有去那边？没有去。哇，那大理古镇我跟你讲，它就是整条街都是在这个古镇里面，那城墙围起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墙上面的有一个很标志的一个楼啦，有一个鼓楼，那你站上了这个鼓楼之后，回望这整座城镇，人来人往，然后又是这种灰阶的地板，灰阶的石地板，然后包含灰阶的这种古式的房子，那它里面有一种特色的小吃呢，叫做玫瑰酥饼。我觉得现在它这个花香让我闻起来有这种，它这个玫瑰酥饼里面外面酥酥的，里面真的是玫瑰花瓣哦，那是那当地的特色。有机会去，你一定要吃它玫瑰酥饼。台湾居然没有这个东西，很特别。它里面真的是玫瑰花的花瓣，厉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有那个玫瑰酥饼的味道，特色是走在这种石板街古式的城墙内，然后吃着这个经典的玫瑰酥饼小吃，有机会你感受。所以这次我们有闻到一点玫瑰的香气在里面，对不对？有啊，我觉得就有玫瑰啊。我觉得它的玫瑰不像一般的乌木玫瑰的那么的重口味，对，没有，它是很轻很淡的玫瑰，是很轻盈的。都是。那这一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你觉得推荐？参加宴会不管是人家结婚典礼啊，或者是那种商业活动啊，给人一种很庄重，可是又不失典雅的感觉。对，而且讲起话来又感觉言之有物，对不对？好，那 Cindy 呢？你觉得什么场合用这支好？也是比较适合偏晚上的时候使用。晚上。就这支香味，感到觉得好像就是很适合晚上的。对，你很难把它跟白天那种晴空万里或者的那种画面联想在一起。对，可是味道本身也是带一点点放松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哈。对，但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在晚上，比如说宴会的时候，或是晚上做任何事情，要看电视啊、放松啊，我觉得这支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可能我觉得是麝香加玫瑰会带人家进入一种松松软软的那一种心情就是一切都柔软了下来，没有那么锐利，对吧？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是在晚上的时候。这支如果是在古代，就是侍寝香的感觉。对，侍寝香侍寝香会有点重，侍寝香会有点重，会有点重嘛。但如果说现在我们可能如果说有些人他睡觉前喷，不是在睡觉的时候喷，不要喷在身上，就可能附近吧，或者是你的那个稍微被单一点点这样，这样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放松好入睡。讲个题外话，我上次有传一个影片连接给大家看，就是说有一个新闻，这是真的，他新闻讲到说德国科学家有研究出来发现，多闻玫瑰的香气，可以增强记忆力这是真的。那可能是因为它玫瑰的成分里面的成分吧，可以刺激你的嗅觉神经，然后让帮助你的大脑更活化，记性更好。是，好。那你这个我们多乐山下面未来10支全部都找玫瑰类，靠会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OK， 好，那我们前料先聊到这边，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后面还有得瞧，因为老师说4个小时之后。大家见，拜拜。拜拜。
那你要留4个小时之后。让我想到这是什么了，我的职业想到了，催眠师。催眠师进入状况。对，就是因为它的味道，我觉得就是会让你想到那种比较深层的记忆，或是古早的记忆的感觉。对，那你下次催眠先跟老师说，我要喷一下这个。对。他上次催眠没有，我有跟老师说，我觉得黑黑一片这样，然后硬挤，要硬挤画面出来，然后说好像有，然后因为我想听他讲后一步是什么，我就只有硬讲，然后就然后你现在让他往前走这样，我说好，然后有没有看到阶梯，然后我就说然后真的是挤不出来，都没有阶梯可以下去了。我总不能就是往黑暗中跳下去吧？讲不下去了。这一支后调叫什么？名称叫突然忘记了。乌木麝香。好，乌木麝香。好 ，OK。来，老师，这一支后调目前怎么走？它跟我之前喷的时候完全是感觉差蛮多的啊，真的啊？可能那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今天天气变凉了。对，那一天真的是那个麝香跟那个木头的那个香气一直扩散出来，而且带有烟熏感。是。可是今天那个烟熏感完全不见了。还是还没到后面。还是因为气温那边。对，因为气温高的时候，它会走得比较快嘛，所以你各种后调会出现味道，或是它的香气其实会更明显。对，也是有可能。跑的时候，现在冷的时候。那你现在冷的时候比较像什么？还没走到那边。很像一个，我刚刚讲很像有点那种沙士或汽水的味道，反而甜甜的。对。有点沙士汽水感，对不对？麦根沙士。而且刚刚学姐身上那个沙士汽水味道更浓更强。OK， 好。那 Cindy 呢？目前你后调？我的目前，你说烟熏没有，它没有那个乌木的那种比较浓厚的厚实的那种烟熏感，它比较轻盈一点。我这次闻到的感觉。然后花香还是持续有，但是没有很明显说它是哪一种花，我觉得应该也是麝香带，因为麝香它会有时候会带木质的麝香跟带花香的麝香，那这支我觉得也是比较偏带花香的麝香。对，虽然它有沉香乌木在里面，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它的乌木的味道给我感觉不是那么的重，一样是比较像干燥的木头的那种味道，不是很浓厚的，它是比较薄的。我觉得有点，在我身上是一种烟熏，然后有点金箔的味道。你有烟熏？金箔，我有一点烟熏，然后金箔，我不晓得是不是受这个视觉影响，但我闻到一点金属味，金属感，对。然后包含它闻起来有点中空，有一点空洞的味道，并不是说空气感吗？对，是一种空透感。空透感。汽水啦，或是这种对，比较不是实心的东西，是这种空心的东西啦。你闻到可能是一圈，或者一个范围，轻盈的感觉。对，或者泡泡，被包覆起来，那里面是个中空的，类似这种，空洞感。我觉得蛮特别，因为乌木一般我们都是比较常，就是它跟很强的花香结合玫瑰嘛，但它这支不是，它是很轻的。对，是，然后结合麝香，它把就是麝香更突出多一点。OK， 好，老师，那这一支你会给它几分？很难。对，因为上一次跟这一次感受不一样。如果以今天来讲，大概是9.4。OK， 那之前呢？9.7。OK， 差在给你的那种印象深刻度，对不对？好，就很像我们去吃隔壁间那一间火锅，第一次吃好好吃哦，再吃一次，好像也还好。你会觉得你不同的时候就闻它的感受，不同的时候心情什么都不一样，对啊，所以有时候时间空间，所以有时候说，你买回去的香水，第一次打开来闻的时候，怎么觉得跟我试香的时候闻什么不一样？对，你还是要给它一些不同时候或是不同的季节跟不同的心情的时候，你再来喷一次。真的，
那个感受其实会差蛮多的。特别香水，以前我们刚开始在做香水的时候，很容易朋友会问说，哎，这在我跟你买的跟在专柜味道闻不一样。事实上这个你闻久了你就知道一定会不一样。对，因为你不是在同时间同步闻的嘛。对。你如果在专柜闻，你可能是半年前，或是1个月前，或是上礼拜，就是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你闻到也会不太一样。因为你的感受不一样。而且通常你越沙龙香，这个特质就越明显。没错。因为商业香它要很固定住它的味道，所以它一定会想尽办法让它在不同的天气、不同人身上都尽量是一样的味道。就线性，它可以从头到尾都让你同一个味道。对，这也是所以我们这个越玩，随着我们的市场跟这些香友一起成长，我们慢慢发现那个心得真的是不一样。没错。OK， 提供大家参考。Cindy 呢，你会给他几分？9.4。9.4。好，看来你跟老师一样。对。好，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学我。没有啦，我跟刚刚那一支比较一下，就是这支的乌木，因为我本来期待它是在更重一点的乌木。对，应该有。它好轻盈哦。对。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就是跟我以前闻到的乌木的感觉都不一样。那有点像是我们要接受一些新的方式、新的调法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是。对，你可能已经习惯以前我感受到的乌木应该是怎么样。但这支的感觉不太一样。对。那至于什么样的乌木呢？你还是要来现场。对，或许你会蛮喜欢的。对，我们已经把这个高定系列整排都摆出来了，有机会来找学姐试试看。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QN 奢华美妆香水，我们一天介绍一支影片。谢谢 Podcast 的朋友，谢谢 YouTube 朋友，下次见啦，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老师，谢谢老师。